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持续来看看这个拜登终于在昨天宣布了他的这个退选的演说。那他说拯救民主胜过个人野心，所以要这个传递火炬给下一代。他开头就举了很多这个美国前总统的例子他说强调总统不是国王，总统职位不是关于我自己，而是关于你、你的家人以及未来那他就把自己的这一次的退选讲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进步与退步，希望与仇恨之间做的选择，这是2024的一个主轴那这也是关乎民主他尊敬这个职位，那他也更爱他的国家。作为总统，他这个非常荣幸为这个国家服务是他这一生最大的骄傲那他也另外来呼吁说要团结这件事情。他说美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长达11分钟的讲话里面，他就是大概这几个关键啦，就是转折跟团结，然后也要持续的推动美国在最高法院来进行改革。那演讲当中还称赞了贺锦丽说他经验丰富坚韧有能力。那就发表完他这样子的一个演说，有人讲说这拜登好像是找了一个台阶下因为原本是讲说要被火车撞或是被怎么样他才肯退选，但是昨天还是这样子给了自己一个漂亮的一个这个转身的机会然后说现在交由贺锦丽来继续这一场选战。但是呢，川普倒是立刻给予回击他就讲说呢，拜登退选后的首场演说烂到爆，难以理解还甚至讲说拜登贺锦丽是美国的耻辱。他在他自己自创的平台 Truth Social 里面来批评拜登，讲说哎呦你们实在是有够尴尬，美国从来没有那么尴尬的时候演说烂到爆，真是让人难以理解那这个是当然来自对手的攻击，可是民主党自己本身内部真的团结起来了吗？来看一看在威州的造势大会里面，贺锦丽批评川普他讲说这个他根本就是一个重罪犯那甚至 BBC 讲说现在观察到好像现场热烈的情绪跟过去拜登的场子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呢有一个人迟迟没有表态，那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什么没有表态挺贺锦丽呢？有知情人士讲说可能是因为奥巴马认为贺锦丽出现还是没有办法击败川普所以他到现在还不愿意表态支持对于贺锦丽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力挺贺锦丽的这个态度。那再来看看不同的一些民调比方说像是路透的民调，贺锦丽是赢过了川普2个百分点。那到了 CNN 的民调的时候呢，川普赢过贺锦丽3个百分点，所以两者的这个民调正在拉锯当中，不同的机构有一些些微的差距。那这个 CNN 是讲说现在贺锦丽的民调是优于这个拜登的，看起来都明显的上升了一些，比起拜登跟川普的这个对决。那另外这个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呢，他也是批评贺锦丽，讲说他会把这个国家给毁了，他是一个激进的左派分子左派疯子甚至用这样的一个词。那他的左派立场呢，其实自由时报他引述了一段外国媒体的这个报道，他说呢，贺锦丽曾经被评为2019年最自由派的参议员。网页突然间消失了，是不是要刻意隐瞒他比较亲左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因为现在看起来共和党正要主打他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派，就是左派的一个立场。那再来就是9月17号据传现在这个福斯要邀请川普跟贺锦丽来一场辩论。那福斯我们也知道是比较亲共和党的，所以如果是福斯来主办的话也许未来的制度上面是不是会放宽一点可以拿道具或者是如何的，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弹性，有利于川普。所以大家就在屏息以待啦，就看看接下来这一场他们第一次的交手，这个辩论地点将会在宾州两个人这样的一个交手，人家讲说恐怕可看性应该很高，一个是这个哈哈笑的这个贺锦丽，一个是这个很懂得这个电视语言的川普，会不会又激荡出一番精彩的辩论呢？会不会比起上一次跟拜登精彩更多呢？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这个拜登昨天的演说？
拜登昨天的演说是因为他宣布退选的时候啊，感觉有一点点好像只是透过他的脸书啊，他的这个个人的媒体啊，这个网络媒体啊发个讯息。那之后他因为新冠感染了嘛，所以就没有看到他了。感觉好像那时候谣言四起啊，有人说拜登是不是已经这个病重了，不太适合出来见人啊？怎么要神隐了好几天？对。那最后他还是出来了，总是要有个交代，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总统任期要定到明年1月22号就下台嘛，对，然后这次也不代表民主党参选了，这其实对他个人、对民主党、对美国的政治都是大事，所以他还是要有个交代，所以昨天是做一个交代，那不过就是说他对个人当然是有一点自吹自擂啦，觉得自己任内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而且他说他领导这个世界好像领导有方那这个见仁见智啦。不过川普就不赞成啊，川普就说他正把大家驶向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世界的乱源所在。那不过就怎么讲呢？就是说不管他演讲怎么说我觉得就是拜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他未来的6个月，因为怎么看他未来的日子可以分2个阶段，一个就是11月5号投票选举完以后其实他的命运又是再一次改变。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那川普就会把所有的镁光灯都会抢到自己的这个身上，不会有任何一点给他给拜登一点机会。那如果是贺锦丽当选的话，那我觉得贺锦丽也要忙着布置自己的新任的职务那时候这个拜登也不会有什么舞台啦，所以11月5号会让他就变成正式变成过去式。那当然就是说1月20号如果就是正式交接的，那他这个过渡期他更是很难有任何的这种积极的作为啦，因为情势也不允许他。所以其实现在你看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这个泽伦斯基就是说泽伦斯基是比较过分啦，就连跟拜登打个招呼都没有，就直接找这个川普当然是因为川普中弹嘛，没有中弹嘛，就是说他去慰问就直接找川普，而且这个谈到这个俄乌战争的事情，那内塔尼亚胡说实话他到美国来还特别要从华府坐飞机去佛罗里达去看这个川普。所以这个国际政治这些各国领袖事实上鼻子都很灵敏，他们都知道美国的权力已经在进行转移了，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拜登事实上我觉得他现在已经跛压了，跛到什么程度这个跟他自己的表现会有关系。如果他还要强出头的话，我想很多人会进一步修理他。因为他辞职的时候，美国现在的众议院的议长就曾经说，你既然这个你都退出了选举，就证明你不适任那你不适任的话，那你现在做总统也应该不适任同样理由也存在你做总统的任内所以你现在就应该辞职。所以呢，就已经在警告他了，你最好不要管太多事情。而事实上的话，这个说法也合理啦，也合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拜登如果说他还想在美国政治上，他还要扮演一个这个决定性角色，我觉得他会招致他更多对他的个人的羞辱啦。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已经进入看守阶段了。那接下来就是说11月5号这个以后他会更边缘化，那到1月20号也就告别政坛了吧。那昨天看他的感觉演讲的感觉这个神情还是很呆滞，他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所以这个拜登的时代可以说已经幕已经落下来了，就是说看他自己怎么表现。他如果太不这个识时务的话，这个幕会让他卸得更快，让他更尴尬了。那这个贺锦丽事实上的话，那这边特别提到奥巴马的态度。其实最近美国很多就有关这个贺锦丽的各种报道都出来了。我想对于他的这个负面的评价
比较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政策的论述能力，还有呢对于政策的就是说政策的这个熟悉程度是不够的，不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牵涉到他事实上他过去在这个加州的政坛，甚至在这个当美国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他的政治立场是比较极端的自由派的，这也是可能他一个负面的。第三个就是他个人的这个串起的过程中有一些别人可以做文章的，所以这3点如果都被扩大的话，我想贺锦丽很快的他这个目前这个蜜月期会很快就会结束，就要陷入一场苦战。是，好，来请教杨老师。川普昨天算是下台了啦，也就是他有一个下台，拜登拜登他昨天算是下台，他有一个下台阶。可是呢，并不一定是个好的演讲我觉得有一些媒体说他是个很好的演讲，那大概真的有一点中毒太深了。他说他是为民主 ，OK， 如果为民主，你为什么不继续选下去呢？其实当然大家知道他的身体的状况，辩论表现不好，然后呢大概不可能会赢。同时在奥巴马跟这个 Pelosi 的双重压力之下、逼退之下，他最后选择就是退下来。然后呢，他的声明改了2次，第一次还根本没有提到贺锦丽，第二次出来的这一个才提到一句话支持贺锦丽。这都是美国媒体的报道，还是《纽约时报》Political 比较主流的媒体慢慢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所以其实他这个演说并没有给贺锦丽太大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贺锦丽，他虽然有一些他的这个优点特点，那也许年轻人、女性、少数族裔的这3个层面，他们都说大概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吸票机的能力，相较于老的川普，对不对？然后呢，支持堕胎的这个川普，以及呢对于就是说这个少数族裔事实上是比较没有特别政策的有一些偏见的川普。可是你这些州大概都在西部或者是东北角，那这些也都是一直以来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关键也就是在这个铁锈州围着5大湖。我整理一下，2016年川普跟希拉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投票率只有55%不是很高。那上一次2020的时候呢，投票率来到66%，你看一下多了11%的投票率我觉得这大概是那个时候2016很多人不喜欢川普，也很多人不喜欢希拉蕊所以呢投票率都很低。然后第二次高是因为拜登是有一点很长期以来的政坛常青树，同时呢川普做了4年，大家觉得有一点他乱搞所以呢激起了投票率。可是共和党这边投票率这个支持的人也很高。可是关键就是说，在这些特别就是从 Minnesota、Michigan， 然后呢 Illinois 到宾州这几个州这4个州，那在16年跟20年就刚好翻盘，所以呢关键就是在这几个州上面。所以这一次呢，是不是能够在这几个州上面能够去改变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几个州现在川普的影响力也都还在。那几次的我看到目前为止的民调，他都还是在误差范围，没有错，误差范围内的领先。所以你说贺锦丽完全没有机会，也不见得。可是呢，他有没有希拉蕊那个魅力？他有没有拜登那个就是说政坛的影响力？那回到辩论，这个 Fox 说9月17号，可是你记不记得，本来 ABC 在9月10号是要求拜登跟川普要辩论，那可是呢，现在换了一个人了，换成这个贺锦丽跟川普，是不是9月10号这个 ABC，照常举行？川普说他其实希望多一点，那因此 Fox 才会说我们也来多一个。我觉得贺锦丽是希望越少越好，因此呢，这样子贺锦丽至少要面临1场辩论，不可能没有辩论，对，可能在2选1 ，ABC 这个可能性比较高。好，来请教将军。我觉得贺锦丽这次摆明的就是被拜登害了。为什么呢？你拜登早就不能选了嘛。我们这个其他人在半年以前都看出来，你已经老态龙钟，根本不
不适合再担任美国的总统，尤其是你如果说当选之后，你现在你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在4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一直坚持到这时候才宣布退选，我觉得宣布的太迟了。那宣布太迟的结果就是贺锦丽就被人家一种形象，就是说在不得已的状况硬推出来的人选，然后这时候硬推出来。当然贺锦丽有他一些的优势哈，比如说，他今天他年轻哈，刚好拜登当初这个川普当初攻击拜登的话，所以你老态龙钟，现在反过来变成这个贺锦丽可以用同样的话去攻击拜登，对不对？哈譬如说是拜登来讲，这个言语上面经常用歧视或者轻蔑或者是羞辱女性的话刚好来的是一个这个女性的总统候选人。第三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贺锦丽是这个检察官出身，那刚好拜登有很多的这官司缠身，那刚好检察官对上一个官司缠身的犯人，所以这场选举其实还是有经验可以看哈。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贺锦丽本身还是有一些她的短板在。比如说，第一个，他这种形象给人家感觉就是你是临时推出来的、不得已推出来的人选，并不一定是民主党里面最佳的人选，这第一个印象。第二个，他本来的这种形态就是蛮左派的一种这个形象哈。这个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来讲几乎没有中间派了，不是极左就是极右。那他们来讲评估大概是46对48，那中间的选民大概只有4到8%左右。那关键就是这4到8%。那问题是说，这个川普本身已经是右派了。那你今天来讲，如果说是贺锦丽，你给人家形象是被打成极左派来讲的话，你就吸引不到这中间选民。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贺锦丽也吃亏很大。我觉得第三个就是说，他在担任副总统这段时间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政绩，也就治理国家能力，他没有表现出来。而美国这时候不管是在内政方面，包括他这个自己经济上的一些贸易上的赤字，或者是外交正在这个俄乌战争，或者是以巴的冲突，或者是对中国的贸易竞争来讲的话，我们看不到在中国在美国自己本身在外交方面或者内政方面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困难来讲的话，那大家认不认同贺锦丽有这个能力来处理不管是外交上失误，或自己国内上面枪支的问题、移民上面的问题，可以说都没有办法来做一个处理。可是还有一个缺失，他是本身是加州出来的，加州本身不是摇摆州，所以他不见得能够争取到摇摆州的选票。最后我想讲一句话哈，拜登这时候就有一个方法可以将功赎罪，可以帮贺锦丽的，就是拜登这时候不是宣布退选，而是这个宣布就是我辞掉总统，然后让贺锦丽直接接总统。这时候贺锦丽会有这将近半年的时间来表现他治理国家能力，或许这半年的时间才是真正能够帮助贺锦丽。如果拜登这时候不辞总统的话，贺锦丽不扶上来，我觉得这个大概昙花一现之后就结束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巴黎奥运即将在明天开幕，那现在全世界也在聚焦什么呢？感觉好像中美要进行一番贴身肉搏，中美的博弈现在已经扩大到巴黎奥运的泳池了。中国大陆的代表队呢，游泳队31位选手，在过去半年多接受了非常密集的检测，每个人平均被检测了21次哦。那这个检测数量也是全球第一。相比之下，美国队46名的运动员只被检测了6次，怎么那么悬殊啊？那澳洲的话，大概平均也是只有4次而已。所以呢，据传就是美国好像本月份动用了行政力量来升级行动哦，用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跟这个司法部展开刑事调查，希望能够查明就是这些是不是有使用一些违禁药品，然后呢就针对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游泳的运动员哦。那所以《纽约时报》就讲说，根据6月份引述一个机密报告当中进一步的爆料说，23名中国大陆的游泳
队员中这个运动员当中有3人在2016、2017呢，在另一种的什么兴奋剂检测当中就呈现了阳性，所以他们这个涉事的运动员身份既未被公开，也没有被禁赛。所以现在美国就一直在炒作这个事情，就是好像中国代表队都是使用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药物才获胜的，要开始炒作这样的一番言论。可是呢，WADA 主席是直接反呛美国，说美国在指责别人违规之前你先自己确保你本国体育组织是遵守国际反兴奋剂的规定吧。那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不给美国面子。那 FBI 这样介入了体育领域也变成了一个新的关注点。怎么会这个奥运还没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这样动作这么大，在影射中国大陆呢？那游泳其实是2国之间决战的一个关键领域可能也会影响到接下来2国在这个奥运旅程当中的最终结果。那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美国持续在进行无中生有的炒作，攻击有关的国际组织目的就是为了要诋毁中国运动员，影响中国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那网络上面在微博上面大家也是一阵反弹就说拒绝双标应该要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甚至在讲说美国是不是自己输不起，你输不起就开始在那边一直在指控别人无中生有你输不起不要玩了。所以大陆对于现在目前美国这种做法也都很反弹。那现在有几个关键点比方说中国大陆的女排跟美国再度呢，他们又被排在这个 A 组来竞技所以他们已经在过去的9届里面呢，10届赛事里面中美双方有9届都是同组竞技，也在奥运赛场交战过10次，所以这一次又要看看这双方的对决。那这个除了游泳之外，女排还有很多都是中美较劲的一个关键点。那还有呢，这一次大家在这个奥运当中也看到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包含了消费力，包含了中国制造，都在奥运场上被全世界给看见了。比方说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去到了法国，现在热度统计起来预定的热度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50%，非常多人去参与所以这个又呼应到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说中国大陆经济不好吗？结果那么多人还跑去巴黎，现在那边消费可高了呢。那所以就是不切实际嘛，我们的台湾这种指控。还有呢，比亚迪的大巴也现身在巴黎奥运村我们来看看各国的运动员去体验了这个比亚迪的大巴，然后他们的乘坐体验都是说赞不绝口就说非常的安静又平稳，而且又好坐，让他们感受到哇，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大巴，它不是跟我们一般那种传统的巴士是可能用油车，那它是用平稳的方式，又用充电的方式，安静无声，然后搭载起来又非常的舒适所以大家是这样看到了哇，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制造力。那再来还有无人机LED 大屏幕都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当中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威力中国生产了35000多个这个巴黎奥运官方指定用的乒乓球，也是抵达到了这个赛场。业者表示说，这是根据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所以他们的这个弹性公差要小于25毫米。所以这一次乒乓球也是使用中国制造。再来，这个足球内胆作为这个足球的心脏，植入了晶片，1秒里面可以做500次的识别动作，这是来自于江苏。还有在7月14号当晚，1100架的无人机腾空飞起在夜幕当中表现出像是5环火炬手一些运动员的图案这个同样也是来自于中国制的无人机大疆那所以我们看到还有龙钢企业这个巴比森也将旗下的 LED 屏幕在本次的奥运会上面现身。那大家看到说哇，看起来对比度也好，亮度也非常好，平整度高也显示出来这个中国制造现在的品质力有多好，在科技在这个体育上面的应用哇，这次都可以看到这个中国非常的露脸那但是美国现在却还想要用科技来限制中国大陆嘛，他们自己本身科技股最近好像一直在往下跌，因为要跟中国大陆打科技战，使绊子，然后说是要限制祭出关税结果却是重创了自己再来 NVIDIA 也是看准了中国大陆市场，要现在为
中国设计一个特殊的伺服器，搭配新 AI 晶片来避开美国的限制。那这个当然他们也不会跟着自己的市场过不去哦，所以大家都知道未来的市场就是要跟着中国大陆走嘛。那华为甚至也有一个新的消息哦，又要再向全球招募天才了，最高的年薪甚至高达了884万元，总共分3级哦，分别是人民币89万、100万到140万。所以看起来在这一场科技战当中，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就是这个全力的反击，要突破来自美国卡脖子的限制哦。那我们看到这个 Meta 的这个创办人，就是 Facebook 创办人 Zuckerberg， 他就说围堵遏制中国 AI 发展是错误至极哦。美国在 AI 方面领先中国数年，这是不切实际的。来自这样科技人给予美国的一个建议，不知道美国听进去没有？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这一次巴黎奥运变成了一个中美肉搏战呢？对，我觉得就是说，先讲这个大陆的游泳队啊，受到美国的这个不当干涉的问题啊。其实大陆游泳队它事实上是在中国大陆一次内部的国内一个比赛里面啊，是有这个选手啊被验出有这个禁药的情况啊。可是事实上的话，这件事情很快就由国际的这个组织叫做 WADA， 就是国际这个反兴奋药机构，这个是权威的机构，他就在审理这个案子。审理以后，他们发觉事实上他们这些选手是在这个选手村的时候误食了这个食物，然后遭到了这种那个被这个相关的禁药污染的一些食物所以就才会这么多受到影响。那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并不是有意的一种作弊的行为。所以呢，这个是发生在当时的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前。所以WADA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也就是国际组织，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他做个决定之后，中国大陆这些选手都可以继续参赛，没有问题。那美国对这个决定就非常不满，而且这个咬住不放还最后呢还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来对这个案子进行怎么样？进行继续调查，然后会说为什么这个 WADA 这个会让这些选手最后还参加东京奥运，所以他就要对中国大陆的选手进行全方位的封锁，没有达到目的的话，他就要对别人进行这个司法调查。那 WADA 事实上就是说这个世界反兴奋药机构这个主席就已经警告美国了，说你们这个做法是违反这个国际奥会的这个精神的我们都要相信相关国际组织的公正性，我们没有任何的偏颇。事情决定以后，你们美国的司法机构还进行这种长臂管辖，你没有管辖权，你凭什么来做这个这样子的？你这种干涉的行为明明白白的违反奥运的精神，会影响你未来举办奥运会的这个，包括冬季奥运这些资格都会受到影响。也在警告美国就是说不要这样子完全不知收敛的。所以这个其实不是美国针对了中国大陆选手，他已经对公认客观的国际组织都下手。所以呢，就有人说美国真是为了想要在游泳赛上先不跟中国大陆正面对抗，先用这种药品这种说乌贼战先把中国大陆先解决，可以到不择手段的一种情形。可是呢，如果说你不相信国际组织的话，那什么组织能够相信要相信美国吗？你美国有自己的利益你把中国的好的选手都排掉了，你美国现在就可以大拿奖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荒谬好，来请教杨老师。好，我补充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东京奥运2021年的时候之前，大陆在他国内举行集训的时候，在大陆内部举行集训呢，是有29个人同时被验出一个心脏的这个处方签的药物，那个在有助于你心脏的这个加速然后呢就是体能的表现。那很奇怪，你在国内集训、内部集训，你一下29个人验出，对不对？那29个人大家都在这个嗨吗？不可能。后来他们查到，原来是饭店里面的餐厅有受到污染。听起来不可思议所以WADA就去调查国际反禁药组织然后
蛮完整的调查，确认这是真的哦，因此还让其中11个有资格去参加东京奥运的人呢，就参加东京奥运。美国就去打这个东西，后来WADA干脆再找一个瑞士的检察官进来，整个检视WADA的这个调查过程是不是合理。这个瑞士的检察官经过了1年的调查，合理。美国还是不接受，美国就 FBI 跟司法部就开始对这个WADA跟就是说国际的这些开始要他到美国来做听证，那他们拒绝去。哦，那国际奥委会这2天就讲话了。完全支持WADA啊！你美国长臂管辖啊，怎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下一次2028洛杉矶夏季奥运2034盐城湖的冬季奥运，万一中国的选手到了美国被你扣押起来调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大家不敢去了嘛？或者是说这些国际的这些人员，国际组织人员必须要到你这些司法部里面去做听证，会被关起来，这常被管辖。不过美国现在就是说，中美的这个竞争哦，因为在体育赛事，这就是国家竞争，也就是国家权力的竞争。美国做在这个奖牌上面哈，尤其是游泳、田径这几个大的这个项目，几乎是霸主，几十年来。那但是这几次在奥运里面，不断的被中国就是抢去风头，所以他一直在对这个事情啊。用尽各种方法，它内部有个国内的法律，那给予就是 FBI 跟司法部啊，所以这又来了啊，所以现在反弹的就是国际的这些机构。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会影响到美国接下来大家是不是愿意去美国参加奥运，以及美国这个司法的这个常备管辖会不会真的造成就是整个国际的体育赛事就受到污染？真正的禁药是谁？是吃下去那个药？还是美国的司法的常备管辖造成国际体育赛事而这个受到污染？好，来请教将军。其实这次法国的巴黎奥运确实让人家很期待。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这次的开幕典礼是以前前所未有的，它在塞纳河上面举行。那你想想看，这个以前来讲的话，在一个河上面举办这个开幕典礼确实是前所未见的。那我们也很期待说那天这个运动界的一个盛会了哈，我想去参观的观光客或各方面很多。但你要在塞纳河上面举行来讲的话，我想说这个中国的所制造的这种无人机啊，大疆无人机啊，一定会在这上面做各种灯饰的表演，还有各种，反而还有这电动车选手村。但是今年来讲的话，这巴黎奥运有很多让人家担心的事情，譬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治安的问题，对不对？反恐的问题，大家会担心。因为巴黎现在来讲的话，欧洲来讲，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大家会有这种反恐的这种心里头有这种担心在里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气温的问题，那这是很明显就是特色，就是说这个不可以使用空调，它没有用空调选手村。那如果说是万一天气来讲又热的话，我想对选手或对谁来讲都是很大一个负担。那关于这几个特点来讲，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讲的就是所谓的空调啦，还有在塞纳河上面开幕典礼啦，还有这种反恐治安的情形维护，其实也是这次来讲，除了运动选手的表现之外，也是我们观察法国这次奥运办的成功或能不能够顺利的一个观察指标。那我特别讲说，在科技业来讲的话，美国来讲 ，NVIDIA 有黄仁勋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我的晶片可以不在台湾制造。可是我的市场不能没有中国市场，所以代表了什么？代表就是说，美国的科技业来讲，因为就中国这个新兴的国家，第一个它有这么庞大一个市场，它有14亿人口，而且这14亿人口很多的重大的这种企业来讲，它都需要用到高端的晶片。那你做的这些晶片花那么多钱做的这些晶片要卖给谁？你不可能卖到非洲去吧，对不对？你只能卖给中国这些国家。所以如果说是一旦川普当选的话，我们看到的就很明白，从这个礼拜开始，从拜登宣布退选到现在为止，那美国科技业的7大巨头，那每天在狂跌，一直到今天早上，我一起床一看，这个 ADR 的这个台积电还在狂跌，那真的是让人家捏一把冷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
好，全世界好几场战争呢，现在还僵持不下着。那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哦，美国也是被卡在这个是不是要继续停以色列这件事情。纳坦雅胡跑到了美国国会要进行演说，但是呢，在华盛顿这边啊，这个非常多的示威者都聚集在国会山庄外头，发动了相关的抗议。我们直接来看看画面哦，警方也跟这个挺巴勒斯坦的民众有爆发一些冲突哦，因为纳坦雅胡要到国会来进行演说，可是呢，这些示威者就把这些不满这种指控纳坦雅胡是受通缉的战争罪犯的一些布条呢，全部都这样子挂在外头，让他非常醒目，可以看到，甚至他们还撤下了美国国旗。这个拉上了这个巴勒斯坦的国旗，表达抗议哦，就是冲着纳坦雅胡而来。那这样的一个抗议行动呢，纳坦雅胡当然看在眼里哦，可是他是直接反呛说啊，你们这些抗议者是伊朗有用的白痴哦，这么呛的一个说法。所以纳坦雅胡的这一番演说，甚至也受到了裴洛西的批评，说这个是有史以来这个外国的一些领袖来到美国国会最糟糕的一次演说。那纳坦雅胡他去到了国会，他是等于说双方，不论是拜登还是川普，也就是说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都是要说，你们要跟我站在一块儿，要把美国跟以色列绑在一起。他就说呢，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国的敌人。感谢川普为以色列做的一切哦，承认了戈兰高地的主权，甚至对抗伊朗，也承认耶路撒冷是我们的首都哦，并且把美国大使馆迁到当地，也感谢了拜登在目前这一场战争当中给予以色列的一些支援。但是就是告诉你们，我们的敌人就是你们的敌人，所以你们对于我们的以色列的支持是不能够中断的呀。那可是你看看，很多民主党的议员哦，却选择缺席来表达不满，就连贺锦丽也都没有去听这个纳坦雅胡的这一场演说。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俄乌也是感觉看起来乌克兰的态度有蛮大的转变。这一趟这个库列巴去到了中国大陆的访问，跟王毅见面，他们表达了乌方愿意准备跟俄方进行谈判。这一场俄乌战争当中，每一次其实看起来有这个和谈的这个契机出现的时候，都是拜登政府跳出来说绝无可能。这现在拜登自己都不保的时候，乌克兰赶快去找了中方，来看看是不是有和谈的可能性。那他讲说，乌方高度赞赏中方为促进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所扮演的积极建设性角色，也愿意准备同俄方开始进行对话谈判，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哦。那王毅又提到，中方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也愿意呢继续为停火止战来恢复和谈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我们看到《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就讲到，现在世界上当今两大热点的冲突的当事方都不约而同的来寻求中国政治解决途径某种意义上面形成了一个外交共振。我们也知道，这个巴勒斯坦这边14个派都请求这个中方见证之下完成了北京宣言嘛，所以中方真的是在做实事，希望赶快让这个战争结束，然后恢复和平的状况。那乌克兰的民调呢，他们也讲说，现在目前厌战的情绪高涨那至少有30%的人愿意现在可以用这个用领土来换和平，这样的一个调查都已经出现了。那泽伦斯基也最新表态说，必须要赶紧来结束俄乌战争。那好吧，两场战争都希望赶紧结束，可是美国当然不愿意罢休是不是在印太这边继续来挑事环太平洋军演现在他们是说有40艘的军舰在海上编队，展现非常可观的一个规模，瞄准中国大陆那中俄立刻给予回敬，在阿拉斯加的 AZIZ现在看到了俄罗斯的图95跟中国大陆的轰6进入到了这个领空，然后美加的战机赶紧升空拦截，所以双方你到我家门口，我到你家门口，这样子互相回敬往来那再来这个日本跟菲律宾现在倒是看起来好像哇，这个美国的政权是不是要动荡了？纷纷找了这个中方来互动一下。那你看到王毅跟自民党的高层马朝旭也在日本会见了日本的外相，他们也是达到一些这个中日战略对话。那另外菲律宾也跟中方达成了一个临时安排就是说在接下来如果有一些运补的话，可以用这个临时
性的安排。那希望这个冲突不要再升温。那这整体感觉起来，好像美国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国都在衰退当中。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到美国国会演讲啊，就显示啊，以色列啊，这个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掌控能力有多强。因为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丘吉尔的记录，丘吉尔曾经3度进美国国会演讲，那内塔尼亚胡这是第4度，而且是在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展开种族灭绝大屠杀之际，而这场大屠杀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内塔尼亚胡，我想他现在很多国家是不希望他去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前阵子也被国际这个刑事法庭啊，这个有这个检察官啊提议要把他通缉他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他到了美国，还居然只有一部分的民主党的参众议员拒绝出席那其他几乎是美国的参众议员几百名通通在那边听他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演讲这个是在全世界对于内塔尼亚胡率领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政府在加沙走廊犯下那么多罪行的时候现在已经将近3万人死亡。受伤的人数7、8万人，而且呢，汉尤尼斯前2天被轰炸的时候还是有大量平民死亡而且现在在这个加沙走廊，以色列部队常常今天说我要打这边，叫难民往那边移，难民移到这边之后又往这边打，让这个巴勒斯坦难民在加沙疲于奔命一个难民从北往南，南要往中部跑，中部再往北部跑，北部再往南部跑，就这样子疲于奔命。这是一种基本上就是一种，我认为就是这种种族灭绝的一种行为嘛。那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所谓讲民主、讲人权、讲国际法、讲国际人道的，还连人家的这个运动员有没有用禁药都要管的国家，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领袖？而这么多美国的参众议员通通去听他一个人的训话，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在道义上是很有争议的啦，很有争议的。不过这也反映了就是说美国的政治被金钱控制，而拥有极大金钱影响力的这个犹太社团对美国政治透过金钱掌控的力度到这种程度，所以你说民主政治好吗？它能真正代表价值吗？看来它反映的是谁的经济实力比较强而已谁的反映是在金钱面前低头，而不是在这种道德标准面前低头。好，来请教杨老师。现在在巴勒斯坦这个加沙地区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39670人，再过1-2天就超过4万人，里面有15000人以上是儿童，然后1万人失踪，9万人受伤。这9万人受伤，其实陆续有一些因为缺乏医疗、药物，所以事实上很可能未来会加入到死亡名单里面。而且我看到过去这几天其实每天都是以将近大概30到50的数字在增加所以4万人死亡。以色列在10月10号这一天受到哈马斯的攻击的时候，现在是大概不到1000人这已经不是报复，这真的就是一个屠杀。对，而美国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共犯，两党都是如此。他让内塔尼亚胡全世界都现在是反他的，居然还真的到国会，虽然不是拜登政府的邀请，但是是美国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的邀请，而民主党也有200位都到场，只有不到50位缺席。贺锦丽没有去，因为他明天要跟拜登一起会见内塔尼亚胡，所以不要装高尚。现在所有的全球南方穆斯林国家已经对美国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道德高地或威望的这种期待或想法。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他说，在新加坡的年轻人现在对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这种向往，关键就是这个加沙事件。
所以我们在台湾一定要有所了解，这是一个大国的权力政治，所以这种所谓的民主、意识形态、人权，这都是挂在嘴上，是有利于他的权利跟利益的时候的一种话语权跟说法。我想这个事件，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演讲就说明了一切。好，请教将军。那个环太军演最后每一次的环太军演最后一定都摆出这种大的场面摆拍了，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走在最前面，后面这个各国的军舰在后面排队，大家排队一起走，然后代表着美国要象征它还是海洋上的一个霸权国家，后面这些都是它的小弟。这每一次的环太军演都是这种镜头。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讲说，俄罗斯的 T-95战机，还有中国的轰6战机飞到这个美国的这种航空警戒区 ADIZ 里面。除了这件事情，这是在这个太平洋这边发生的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在欧洲那边也有海军的舰队，中国的海军舰队到哪里了？到波罗的海去参加俄国的海军节了。然后在上个礼拜来讲的话，有一架运20的飞机落到白俄罗斯里面出来，陆军这个一个连的部队，全装的部队去白俄罗斯参加军演。所以为什么说是陆海空三军？这个时候我们都看到中俄两国都联合在一起，不管海军的这种参加海军节，而且到达波罗的海，空军这边到白令海，对不对？陆军这边到白俄罗斯参加联合军演。那美国敢不敢吭声？美国这时候你突然发现他不讲话了，这北约国家也开始不讲话。要是以前来讲，他一定叫很大声。所以他们很看得出来，就是俄乌两国来讲的话，乌克兰我认为他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啦。尤其是他本来在战场上面就已经处于一种极不利的状态。那拜登这个败选的第二天宣布退选的第二天，22号，我记得22号拜登宣布退选，23号。对不对？这个库列巴就立刻跑到中国，要中国来帮忙。那库列巴去的地方也很奇怪，他不是到北京他跟这个王毅见面的地方是在广州。为什么在广州呢？为什么不在北京呢？这就很耐人寻味了。而且他去的时间是4天，从23号要到26号，所以现在这个库列巴还在中国的广州。那为什么还在那边等一天？那我个人是蛮期待会不会明天突然就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突然也出现在广州，然后双方在那边见面。那所以你很奇怪，你这个乌克兰这国家现在打仗打这么严重，你一个外长你可以到中国去做这个就是如果说是去求援来讲的话，大概见一天面就够了。你总花了4天。那记者有问他说：“你为什么来这边停4天？”你知道他理由是什么？你知道他中国的听说那种推拿很有效，我到中国广州来推拿。那你相不相信这种话？所以我很期待会不会说是明天突然看到这个拉夫罗夫突然出现在这个中国，然后跟库列巴两个见面的一个会谈。那关于乌克兰来讲的话，后续我个人认为说，会不会说这场战争就此结束？大家认为说是拜登退选之后，乌克兰在战场上又不利，然后北约这些国家可能对他来讲也没有办法在已经这种后续的资源也已经疲乏的状况之下，会不会双方愿意割地赔款？目前割地停战了割地求停火，我觉得不会。为什么？不是乌克兰不愿意割地求停火，而是你要知道。普京这种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当两个国家打仗来讲的话，所有的战场上面谈判桌你要谈的，一定是战场上来决定。当这个俄罗斯战场上面有利来讲的话，